接下来看看中美关系，在北约峰会之后，马上登场的是这个东协外长会议了。最新的消息是，美国国务院主动宣布哦，他说，布林肯7月13号在出席东协外长会议的时候，就跟王毅见了面。这是两国最新一轮的高层互动，而且是由美国国务院主动来跟媒体发布，强调说双方的交流持续在高层进行当中哦。而中国大陆为了要谈经济呢，美国重的是军事，所以当东协的加3会议登场呢，包括中国、日本、南韩的这个外长，通通齐聚在这里，聚焦经济、南海的关系。其中，王毅跟新加坡的外长还就进行了一场会谈，而且会谈里面强调的是什么呢？新加坡外长维文就说了哦，中国是东协最大的贸易伙伴，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要为双方带来实在的利益。其中，新加坡赴华的签证因为很热门，最近很多的游客甚至还要黄牛抢号，正在跟中国讨论要不要相互免签。这个消息是中国新加坡大使孙海燕特别去宣布的。他说，上半年呢，大使馆迎来了赴华签证的爆发式增长，一共办理了9万份签证。所以王毅在东协这一块想要拓展的这个触角，包括了跟外长印尼的外长说亚万高铁一定会如期建成来通车哦。所以在北约的所谓的抗中的基调里头，东协中国要把这个主场拿回来吗？其中南海仲裁7周年，美国呼吁北京要遵守国际法规，停止骚扰别国的船只。汪文斌也立刻回应说仲裁庭的裁决是违反了国家同意原则，超越了审理权限，歪曲了法律。结果是呛瞎，并没有要加以这个妥协的意思哦。所以呢，在一个联合军演里头呢，有一个把一艘美菲军演里头，把一艘所谓卡利拉雅湖号这个油料补给舰给击沉的这样的演习的桥段，用在干嘛呢？这个地区就在南海的黄岩岛海域划进去。媒体就分析是不是在暗示说，中国的军舰如果继续在这个海域里面巡航的话，下场就要让它如这一艘补给舰一样击沉吗？成为双方互相警告意味蛮浓的一项军演的行动。而美军要变成要追赶中国的国防跟军事这一块吗？这怎么回事？是美国军方的一个消息哦。他说，把中国已经视为是美国的步调挑战，什么意思？因为呢，中国军力成为美国的军力发展调整的衡量标准。这话不是别人说的，是这一位空军参谋长查尔斯·布朗，他马上就要升任，已经被提名美军最高将领。他认为现在他美国的军力跟配置呢，反而完全是要用中国的这个步调来做衡量变成它是一个重点的区域了。而美国海军还流出了一个简报，告诉大家说，中国的军舰产能居然多美国232倍，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是根据美国这个网络的 Drive 的一个报道它不是讲说产数量，而是以吨位造舰能力。目前中国造舰能力是2325万吨，美国不足10万吨，它以吨位来说，两者的相差倍数至少232倍。那当然，美国就会因此有担心，包括连预算各方面所以甚至呢，有40%的美军攻击型舰艇我相信这是预算配置的问题，现在都停用在待修当中所以布伦伯报道，这些舰队面对的维修业务严重的积压，所以一旦要面对中国数量众多的潜舰的时候，就会在关键时刻处于劣势嘛。美中关系一方面又说有高层的见面，但是却也在其他的层面上越来越紧张。中国大陆的武器销售被说明显增加了，卖给其他的国家。美国也警告，由官方来警告说，便宜没好货。这个是兰德公司研究员说，中国呢以降低价格、优惠融资方式吸引开发中国家客户来买但是要注意，可能会有其他的隐藏成本就是叫你们买了可能会出歹疾的意思甚至中国外交部最新的一个宣布，也提醒自己的公民说，到美国去要小心安全。他说，美国会以各种的借口刁难盘查入境中国公民，所以呢，中国提醒临时赴美的人员应该要提高警惕，避免落入美方的陷阱跟甚至诱捕的圈套，这还蛮严重的。相信这也是为了呼应美国把中国列为第3级旅游警示的国家。亮哥怎么看美中的这个关系好像一方面高层又要见面，但是这个对抗的味道一直都没有办法降低回温。那个在多边组织的自然见面不叫会面这个哪里是新闻呢？场边的高峰会才叫会面不然你这样讲，中国跟美国去开联合国开会也叫会面
事实上就见不到才一天到晚放这种新闻嘛。这个新闻肯定是布林肯自己放的嘛，是国务院，那就是非常可笑嘛。这个哪里叫做会面？多边组织，中国大陆哪有时间专门理你啊？对不对？所以如果没有场边的两人会就不算了啊。事实上，美国海军在担心啊，这个事实上是整体的造船能量的问题了，因为美国的造船大部分都外移了嘛。事实上，我们看到6月最新的数字啊，中国大陆的造船占全世界的80%，连韩国订单都满手了，他没有办法再接单啊，所以就产生了一个现象，就是71艘，那中国承揽了其中的80%，那中国大陆市场还帮别的国家造军舰，所以它也不是都是自己的啦。所以你说那个数字232倍，那个是所有的船呐，因为事实上现在3种最难造的船，中国都在造啊。第一个就是我们讲航母嘛，那第二个就是 LNG 船嘛，那第3个是那个最大型的旅游的客轮呐。这3种船都是世界公认最难做的。那中国大陆现在是全世界唯一的国家，3种船都可以做，那这个吨位当然都很大啊，所以你不能够说这个都是在造军舰啊，你知道吧？可是就是说，它的造船业，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一嘛啊，而且汽车的货轮，它也急着要把它的车弄出去卖，所以最近这个24艘汽车的货轮全部都是中国订单啊，那这个跟作战也没有关系啊，是，所以我是觉得。美国要考虑的是，你要不要恢复你的造船业了？可是这个又划不来哦。你说我完全从经济的比较利益，他不愿意这样做嘛，所以国防部就每天在那边叫嘛，因为他这个造船业还广义包括维修嘛、修护，所以才会说近40%的美国的攻击潜艇，那一排队都排好几个月啊。比如说。上次有一个美国最先进的潜艇叫海狼啊，就送回去维修啊，到现在还在维修啊，大家就放假，不就是要排队排很久了，真的维修所以这个真的就是美国整体讲就是造船业没有跟上他海军的需要，脚步迟缓了。那可是这个是他自己造成的，因为他前一阵子都在忙什么？他忙着打伊拉克、阿富汗啊，那用不到海军嘛，所以为什么海军会式微的这么快？可是你现在要整个战略要回到对太平洋嘛，那你的海军要不要根据你的作战的能量，整个配置都要改变哦？那坦白讲啊，军队各种军种的资源竞争也是非常激烈的。你一旦失去啊，你要从空军那边，你要从导弹部队那边要把它抢回来，没有那么这难度很高啦。教授怎么看呢？虽然说这个到底在海军的部分，大家看到了这个实力慢慢好像在投入资源的差异，让双方拉开的差距，但中美的对抗现在真的是不太有缓和的空间，还是越演越烈呢？我讲一下这个中国这个还有这个东南亚国家之间他们的一些整合也是美国人非常忌惮。你说美中关系，美中在竞争上面，东协这地方也是美国一直感觉很头痛。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看到它这不管是 RCEP 也好，现在我们讲这个东协加3，东协加很早就开始了。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因为为了稳定区域金融，促进这个所谓区域经济一体化，那东协开始所谓他们有区域经济的所谓的自由贸易，然后他们想要扩张。那当然扩张的话，你要找所谓的东亚的这个主要国家嘛。那你只找中国，东协加1，他找中国，感觉好像有一点点问题。那当然你找日本、韩国一起来也可以。问题是日韩中在东协的贸易都有互相竞争性，是，而且不管中日韩3国本身自己的贸易也有很大的竞争性。但是为了要促进这个所谓我们这个贸易一体化，他们必须要渐渐降低所谓贸易壁垒，他们必须要做这个。所以我们看 RCE 不是一日可成。早期从东协加1到东协加3，到现在它可以到15国进行一个所谓的区域一体化，我觉得它是一个历史脉络的进程，而且是在这个所谓 WTO 的精神之下，它鼓励各个国家去谈这个是过去历史上我们一直忽略的。我们是看到人家说RCEP 做好了 ，CPTP 做好了，台湾都没有，我们开始紧张说我们想要积极加入。你看东协加1、东协加3，这是几十年来在做这事情的。而且我们讲的它是一个，我们讲很像意大利面碗，我们常在研究这个 regional block 那个 economic block， 它像一个意大利面碗，它不是2个国家对谈，它是2个国家或3个国家或3、4个国家一起谈，区域型，它就像一盘意大利面一样，我们讲 spaghetti ball，
而且在里面的会员是很怕被什么被踢出，或是被个别击破，是被排除在外的。所以现在东亚的这个区域体化是非常紧密，大家不断的去交流的。我们看这一次东协加难会议在疫情后感觉要开始复苏，当然要讨论很多金融稳定啦，讨论这关税减免啦，中国也要个别跟东协的国家谈，包括像新加坡。在这他们在新加坡谈什么？要如何全方位高品质的前瞻性贸易伙伴哦。再讲一次，全方位高品质哦。现在它不仅仅是要传统产业哦，要高品质的合作要体现中国跟新加坡友好互信的高水准。他们的那个层级往上在提升哦，可能未来他们也要符合自己，包括中国制造跟中国标准这些东西，跟新加坡做很紧密的合作。但是因为有南海问题。所以在这个双方面，我们看到今天有着菲律宾、美国跟菲律宾要进行这个所谓军事演习。其实他在4月也有一次军事演习，是现在有一次军事演习而且是在靠近黄岩岛的部分。其实黄岩岛这个问题，中国跟菲律宾也是比较敏感，而且他们试图用这个商业的问题小马可是今年1月上台之后，他就访问了中国大陆，希望用这个所谓恢复彼此之间互信，并且呢，共同开采南海的天然气跟石油的问题，来降低这个所谓黄岩岛跟牛二礁之间他们这个中国跟菲律宾的这个所谓的一个冲突所在但是美国人就见缝插针，他抓到这一点，他说：“你有这些小的矛盾在这边他希望这个小马可是你不要只会做生意，你必须要注意南海问题，你不要任意的放手。”所以他又在这边跟菲律宾进行许多军演，对，那个 Harris 又去菲律宾讲说，我们要提供你 EDCA， 要互相军事演习。这个就是我想，就是当然了，大国在这个区域间他想要制造一个，比方说第一个国家利益的，他要抓紧中国有他的国家利益，美国有国家利益，在这个地方他们彼此互相利益，他们有一个比较利益法则，如果一比较起来是很难处理。那在这边的这个所谓东南亚的小国，那你们要怎么样去负责，要怎么？在美中两大象中间，你这是小草啊，不要被踩踏。所以我想，不管是菲律宾也好，新加坡也好，或者是越南也好，他们玩这个两手或避险策略玩得相当好你不能说他们不懂啊，他们也是有安全上的危机啊。我遇到很多人说，这个你不能学新加坡的避险，或者是南海那个菲律宾的避险，哪有？他们在南海上面有很大的生存危机啊，所以他们的避险是做得相当好的，我们应该参考。是，这才是叫做见缝插针，在这边的演习。教官怎么看呢？我怎么看这个美国一直放出消息说，中国大陆卖的武器越来越多，但是便宜没好货。我跟你讲啊，其实这个东西很简单啦，这个是生意嘛，当然就卖瓜说卖瓜的时候，就是说自己的瓜甜。我讲一个数据，大家比较一下，你就知道说价位差多少。美国最新出来的伯克3级，最近刚下水的，它那时候造价是35亿美元。那我们拿它跟中国的055大区来做比较哈，055大区如果换算成美金的话是8.3亿美元，你看差多少倍？所以说中国为什么比较便宜？那现在中国来讲，除了说，所以它可以有整个舰队要卖给沙特052，它不是055大区，中国可能不会卖了，因为它是它的这个镇国神器，它不会卖，但是它可以卖052。这一型的这一型的军舰给沙特阿拉伯，而且一卖就是一整个舰队卖。除此之外，他还卖什么呢？歼10C，他卖给谁？哪些国家？那卖给那些新兴国家，因为新兴国家买不起美国的这些 F-16这些比较贵的军舰。那美国造价为什么比较贵？我讲一个数据，大家你就可以知道，美国因为美国自己本身美国海军部的他们造船的监工的那个少将玛丽少将，他讲。他如果说要改善美国的造船的船坞，光这些基础设计，不要说造船，光这些船坞，它总共需要250亿美元才可以改善这些船坞。这些船坞很多是这个上个世纪初就1900年左右就已经有的船坞，所以他现在要到250亿，但是去年来讲，他只拨款多少钱去改善这些船坞？只有拨款5亿。对，这数据，美国马力他自己前年是只有3亿，今年只有5亿。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他连船坞他都没有。我跟各位讲一个很现实的数据，就是美国自己也讲，他如果说是要造船的话，要维修的话，他需要这个8到10万的那种技术工人，就是包括油漆啦、电焊啦、这些电工啦这些工人，要8到10亿。问题是说，美国跟我们台湾不一样美国你这个技术工，你要到那个港口去，他全家要搬过去那里住，他还有住的问题要解决，就像我们台积电一样，所以这些问题他没有办法解决，他找不到那么多工人，所以他自然工资就贵。
所以我觉得美国它这种造船业的这个没落是显而易见。我再跟各位讲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数据，美国的核子航母，它的干船坞现在只有1个，中国有多少个呢？可以做的干船坞有50个，就像刚刚亮哥讲的一样。差距差什么？为什么？因为中国可以造那个什么，就 LNG 船，那都很大的船，还有油轮，这些如果暂时的话，它可以拿来做干船。那美国现在它航空母舰没地方修，它到哪里修呢？横须贺军港。还有一个就是最近很热门的印度。印度，它认为印度有航空母舰可以维修它的航空母舰，所以它跟印度要合作。我们都知道印度现在要伸向印太战略嘛，要伸过来，所以美国它希望它的航空母舰，它认为印度有航空母舰也有这种维修能力，所以它也希望它的航空母舰可以利用印度来做维修、整理以及保养这些工作。那美国很勇敢呢，敢交给印度修。对，印度自己可以造航空母舰，但是国内成本容易可以达到吗？也是不得不的策略跟措施嘛。来看看美中呢，当然在国防的想要的恢复的热线通话没有办法恢复，不过有一个动作最近被媒体观察的比较，是不是有一些善意的呈现了呢？中国大使谢峰罕见的在美国期间呢，拜会了五角大厦，去讨论国安相关问题哦。美国批评不是说中国不愿意进行军事沟通吗？结果12号在五角大厦这场会面里面，他见的是谁？美国的国防印太事务助理部长瑞特纳，而且举行的说罕见的一场会谈哦，持续了90分钟，很多媒体都在关注，美国媒体自己也关注啊，说有没有偷偷的见？为什么要偷偷的见？不想对外公布的 Austin 国防部长呢？这个研究中心的中国项目主任就说了哦，中国大使通常不会去见美国的高级国防类别的官员，这显示中国正在至少回应了美国的担忧吗？而谢峰回答哦，一个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才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所以习近平提出来的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3个原则，才是现在中美正确相处的治本之道。当然，虽然说想要相处和平，可是其实在北约这一场会议里头，却很明确的又在抗中。北约峰会做出来的公报告诉大家哦，把中国定位为体制性的挑战。峰会甚至在公报里以5大段的篇幅直指中国是明示着野心、胁迫性的政策，挑战了这些国家共同的利益、安全跟价值，以至于王文斌也立刻回应说北约峰会的公报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充满了冷战思维跟意识形态的偏见。但北约峰会的确很明确的把中国定调为敌人吗？野心吗？威胁吗？所以拜登在这个会上的很多的这个行为，又被关注到了，却在这场会上居然把泽伦斯基叫成普丁了嘛？来看看这一段谈话。Vladimir and I shouldn't be so familiar. Mr. Zelensky and I talked about the kind of guarantees we could make in the meantime. 这个发音很像，刚刚亮哥他特别讲说，因为当时这在媒体报道里面说他一叫成这样，因为这个叫做是弗洛德米尔跟弗拉德米尔。这个是算是俄罗斯语还是乌克兰的写法？那个是俄语的写法。好，总之这两个念起来，我光看字面上的拼音看起来就会蛮像的。但亮哥说，其实念起来真的是很像。不过媒体报道是说，一旁的杜鲁道啊、梅洛尼啊，听到马上就回头很惊讶，在盯着拜登。但的确这两个这个发音上还蛮像的啦总之，他当然一言一行都受到关注啊。拜登因为缺席北约峰会的晚宴啊，那媒体就说为什么呢？白宫说要连续工作4天，其实还被拍到在阳光明媚的沙滩上度假，在海滩度假，所以才没有去白宫，没有参加这个北约的峰会吗？这是福斯新闻问拜登的那么泽伦斯基在这一场这个会上也相对显得很多格格不入的地方。那说好欢迎加入我们，不是要我们欢迎加入北约吗？却没有给我们乌克兰任何的时间表他直接公开的批评这个是荒谬，乌克兰需要受到尊重。不过呢，其他欧洲国家的反应也不是那么的这个正面啊，他就说你直接来跟我谈，我当时曾经到了你的国家，特别想要去给你支援的时候，给我们直接的是一张武器愿望清单，一个 list。那我们又不是
Amazon 亚马逊是讲随便要给你送货的概念吗？哦，所以华勒斯给他的建议是说，你应该如果希望西方国家持续提供军事驰援的话，最好表现得更感激一些。其实最新的发展是，泽伦斯基也在最新谈话里面不断表达谢谢这些欧洲国家了啦所以当11国联盟还要一起协议来帮助乌克兰训练 F-16的飞官，但比较尴尬的是因为这个所谓的欧洲协助帮他训练的飞官是从8月才展开，现在才7月8月展开，要明年初见成果。那所以说，俄乌战事还要继续再拖过一个冬天。那其中呢，因为这次南韩尹锡悦参加了北约峰会，产生的效果是什么呢？美中韩军事首长罕见的3边会谈，却造成了北韩好像是强烈的不满再度做出了导弹的射击，向东海发射1枚长程弹道飞弹，高角度发射，坠落在东海海域。那么 NHK 报道，这个坠落在日本旁边海域的这个经济区之外，就是北海道以西的这个250公里处的这个经济区外，说这枚飞弹射程其实长达可以到1.5万公里，是可以到美国全境的概念，威胁的意味非常的重。尹锡悦说，韩日澳新应该要携手北约，建立强大的集体安全措施，这个是他在呼喊说，希望能够有个主导的功能伙伴关系。但是呢，在联手的会谈之后要推的外交其实在国内的民调支持度却会产生一些变化，原因是因为自己国内的经济看起来现在有一些状况，因为呢，南韩的经济第一次近年来啦很少有出现的状况，已经跌出了前10名的全球排名。去年南韩的 GDP 是1.67兆美元，占全球第13位，时隔3年摔出了前10大。所以他在这个除了有北韩的威胁，让他这些步步的行动受到关注之外，也影响了国内的民调数字嘛。亮哥来看看中美关系在各种这个见面磋商里头呈现的意味跟意涵又是什么？我觉得谢峰他到美国之后，他就曾经讲过嘛，说他可以直达天听所以美国如果真的要传递讯息，透过他绝对是正确的管道。那现在因为军方没有办法沟通嘛，那因为如果真的是美国的这个印太事务助理部长出面那一定是很大的事了。所以他大概就是希望赶快传达给中方了。那我觉得谢峰可能也会跟他讲你那李尚福的制裁总要取消一下吧。带了一些讯息过去。我这个恐怕因为只有90分钟了，也不长嘛，所以大概就是军方的沟通管道要恢复。中国大陆据我了解啦，事实上本来是想要恢复的啦，那可是美国临时变卦，没有取消对李尚福的制裁。我听说是苏利文反对，结果拜登在最后一刻接受他的看法，那结果布林肯去中国就没有收获嘛。这个给人家感觉有点黑白脸因为你记不记得布林肯去大陆的时候，苏利文还特别跑去日本，这不是摆明了吗？那苏利文的借口是间谍气球事件刚落幕，所以美国不要立即示弱那我们当然很遗憾就是说拜登就是听了他的话嘛不然这个东西可能就解开了啦。因为那个时候坦白讲，他不可能一直都不取消李尚福的制裁了，这是做不到的嘛。也没有特别的必要性我那个以前就是他跟俄罗斯买了某个军备嘛，那违反他的制裁的要求，就这样而已那个坦白讲，他是代表国家你能够说什么呢？对不对那泽伦斯基，我觉得他这次去北约当然北约入会31个国家，他大概只得到23个国家的支持了。那美国直接带头说，等打完再说这个对他泼了很大的冷水然后军援他提出了清单，那基本上没有回应这个我觉得他蛮失望的，因为我有看到一张网络上的照片，然后他在那个北约大家在那边交谈的时候，就一个人落单没有人理他那大部分的人西装笔挺，相谈甚欢，大部分的人都跑去理他的老婆，这样。这个不，因为在场也有其他人有带夫人去嘛，那他的夫人很受欢迎可是人家跟泽连斯基就不知道要谈什么那坦白讲都是要么就是援助嘛，要么就觉得也不知道要对你说什么我觉得要看北约成立的乌克兰委员会未来怎么运作啦。
因为如果说真的要朝向停火的谈判，那乌克兰的安全担保问题最终还是要面对。那你如果不让人家参加北约，那怎么处理啊？那如果是成立乌克兰委员会，我认为可能会有一种发展哦，就是未来因为美国要提供乌克兰军援，现在国会反对啊，就是要经过国会审查嘛，主案审查，所以拜登出手会比较不方便哦。我觉得拜登可能有一个的策略是，以后由北约集体提供，那他就可以跳过美国国会。我觉得他可能在酝酿这个思维啊。事实上，我觉得拜登这几轮下来，给人家感觉是他凸显了北约的角色。那因为北约，你如果再把韩国、日本这些都算进来啊，那他的国防预算整体可能会高达1兆3000亿。那美国只有8000多亿啊，那这样他要运用上来。都归他管，就会有一点空间啦。是，因为他是老大嘛，所以我是觉得拜登可能在朝这个方向在运作了。但拜登那个口误你念起来，以你的不，这两个字事实上在原文都是一式一样的，同一个字，就是世界的统治者。对 ，Vladimir，就是俄文是 Vladimir， 那乌克兰文是 Volodymyr， 那白俄罗斯是 Vladimir。你很厉害，都是同一个字，都会念，所以念起来才会很像。但其他人不知道的话，意思一样，都是世界的统治者。所以引起其他领袖侧目啊。First name 是一样，对，同名了。 First name， 对。OK， 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带给你一个最新的消息哦，北约峰会上面有一场记者会，这个场记者会刚刚召开，有个消息传出来，是由这个拜登跟泽伦斯基共同召开的记者会，回答记者的提问。就记者会上面就有记者问泽伦斯基啦，请问你希望战后多久能够加入北约？这是他心中的痛啊，希望赶快加入啊。结果想不到拜登直接抢答了，他说1小时20分，他还开玩笑说，这是一个好问题。因为我看到这个新闻我也吓了一跳，我说1小时20分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什么计算啊？怎么计算？第一个是战后1小时20分加入北约，好，难道是说这个他是想说这个记者会还有多久要结束吗？还是说泽伦斯基你还可以当领导当多久？很吊诡哈，拜登这个回答是非常吊诡，而且非常无厘头哈。但是我们要知道的说，北约这个代表意义是什么？联盟这个代表意义，联盟跟战争跟全面战争代表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在学术界都有讨论了。以前这个联盟问题，大家慢慢沉积在这个苏联瓦解之后，联盟这议题慢慢在学术界降下来了。但是乌俄战、北约这个问题，联盟这个又起来，因为什么？因为联盟跟战争的相关性非常高，而且特别我们知道说联盟里面有强权在里面，战争的发生更有可能。北约现在为什么迟迟不让乌克兰进入，而且又成立一个乌克兰理事会，就是不敢让乌克兰进来。如果乌克兰进来，北约是整个依照第5条必须绑在一起。整个会拉下去的。就算我们知道，我们说北约是个防守型联盟，它是个防守型不是攻击联盟，是防守联盟。对于普丁来讲，他根本不 care 你是防守型还是什么，他就觉得你是一个到我家门口前的一个对我生存有危机的东西。威胁。过去我们知道，就大概6%的俄罗斯土地跟北约有接壤，可是，在芬兰在4月加入。这一次瑞典加入之后，它整个那个俄罗斯跟北约的领土接壤的范围扩大了，所以现在大家就讨论说，那到底北约的扩张对于或者加入北约对于俄罗斯或对整体世界有没有好处？当然有个好处啦。第一个好处是说，你可以让什么北约的人这个成员国多力量更强，让美国负担的更少这是好处。但坏处是什么？有一个坏处就是你让普丁感觉到更不安全。普丁曾经形容。你们把俄罗斯逼得像个老鼠在墙角，他用老鼠啦，我们常讲墙角狗 （corner dog）。你把狗逼到墙角会怎么样子？反咬你所以我一直在讨论说，到底北约这种扩张对于俄罗斯、对全球到底是会造成一个所谓安全困境？有人说不是啦，有人说这不是安全困境。如果这不是安全困境，这是什么？你的安全造成了别人的不安全，你反过来看嘛，你的不安全造成别人不安全，这个就是安全困境。安全困境是造成冲突升级最可怕的地方。北约不可不慎。但我觉得是拜登的幽默，我们是真的听不太懂，需要深入的诠释一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来北约峰会再度给了乌克兰援助的在欧洲国家的部分是 F-16的协助训练，但是来得及吗？我先讲一下，不要以为说 F-16乌克兰就可以增加它多少战力。我们爬梳一下，回忆一下哈，从俄乌开战以后，美国提供给他多少武器，都认为是护国神器，从刺针飞弹、对标枪飞弹，然后 M77的榴弹炮，到这个海马斯火箭炮，现在英国、法国提供暴风影飞弹，对不对？甚至于豹2战车，在战场上其实都没有看到乌克兰有任何反攻的形象。那你认为现在 F-16就可以达到任何战果吗？其实我个人是存着很怀疑态度。大家要知道，你这 F-16只是一个战具而已，你必须要很多东西的配合。第一个，你有没有起降的机场？你起降机场到底要在哪里起降？你是在乌克兰自己本土起降，还是要在波兰起降？波兰起降，你就北约整个就被卷进去了。那你乌克兰自己起降的话，那个俄罗斯的飞弹把你机场炸掉，你飞机上起降不了。第二个，你的武器。你美制的飞机，你一定要用美制的飞弹。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节跟我们一起加入国际以及国内议题讨论的来宾，第一位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请委员。大家平安。政大外交系教授吴崇涵教授。请君好，大家好。退役少将、前战争学院教官厉正杰教官。前就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先看看国内的选战议题哦，其实选战议题几乎也都离不开国内的这个两岸台海关系。但最近最新的2个民调，上一节我们讨论到了，这一节我们再把它重点提一下啊。QuickSeek 这个民调中心呢所调查出来的结果，侯友宜是19.3百分比，赖清德34.8，而柯文哲30.8哦，差距跟赖清德之间只剩下4个百分比了。而如果加入了柯郭配的可能性的话，那么会到35.6，反而可以赢下来选战吗？那么年代民调中心更是直接赖是35.5，柯24.2，侯是17.2，而赖柯郭侯如果细卡都的话，郭台铭只有14.6，但侯友宜更低，只有14.5。游盈隆台湾民基金会游盈隆董事长更是直接发出了一份说是从来没有公布过的民调数字，是针对年轻人的部分才是民进党现在真正的危机嘛？他当然忧心民进党的选情啊。他说，在20到34岁这个年轻的族群里头，民众党已经超过20百分比的支持度是碾压蓝绿的。35到44岁这个年龄阶层呢，民众党跟民进党都有25百分点，超过国民党8个百分点。但是45到54岁，民众党领先蓝绿却有5%哦，55岁以上才是民进党领先国民党的主要的这个族群。所以这个情况之下呢，领先也差距不大的情况之下，如果一个政策没有做好，突然发生什么事情的话，小呢就稍微摔得鼻青脸肿；如果事情一大了，那不得了，可能会四脚朝天，不是没有可能。这是他帮民进党这里把脉吧提出的警讯啦哦。林俊宪当然是赖清德的子弟兵喽，他更是说2024现在要赢，看起来只有一个关键，就是要北票南补，因为呢南部必须要大赢，就他的观察。包括嘉义、包括台南、高雄、屏东都要拿到过半的选票，然后呢，尤其是台南哦，要拿到超过60%的选票哦，才有机会补在北部目前民调数字看起来比较不利的情况哦。所以现在民进党呢，几乎把所有的整个力量都用来打压柯文哲的声势吗？当赖清德高喊台湾要领导人，如果总统有一天走进白宫的话，就是他梦想的实现，这个是中南海跟白宫的选择。柯文哲的回应就是说，你是去应征这个清洁妇嘛，还是你去应征什么工作？他当然就酸赖清德，他反而说不要分裂台湾人，台湾应该要扮演美中之间的沟通桥梁。不是中南海跟白宫的选择，不要借此分裂。而王定宇当然就拿这个拿来酸啦哈。王定宇就说这个是你要去应征国台办发言人才对，把他贴上了红标签。那柯文哲也立刻反呛他，不要忘记2015年啊，你知道我站台很多次，我当时就说两岸一家亲，没有改变过这个说法。那么典型把人家利用完再推开，还骂他没品啦哦。所以当这个围剿的声势里头，其实这几天本来这个声量柯文哲失去了这个议题比较少的声量版面才对，但这一题他攻赖清德赢得了一定的版面跟这个声量吗？而民进党打郭也在拉抬声势来压侯吗？这又是民进党另外一个战略。
郭台铭他批评台东丰年机场军演害了他的私人飞机不能过夜，所以昨天在跟侯友宜同场的餐会里，让他没有办法离开啊。王定宇说啦，私人飞机没有办法台东过夜，军演造成那台东机场如果变成战备机场，外国观光客不会有军事演习的机场，那就糟糕了。王定宇批评的是说他是漠视国家安全的人，无限放大自己的需要，把他形容为富商的巨婴，难怪侯友宜跟金小刀懒得理他哦。但这场在台东的场合里头，侯友宜大赞台东是有为有守，有勇气帮农民争取权益。为什么呢？饶庆铃到大陆去谈了对于农民的进口还有相关的规定，做了这个沟通，让农产品重新可以输送到中国大陆去。他也呼吁要多交流跟协调，让两岸稳定下来。他告诉大家说，这会是他这次参选最重要的目的，让两岸稳定下来吗？那之前绿营还有围剿过饶庆铃呢，说饶庆铃让凤梨世家恢复输入是自贬国格吗？那侯友也批评陈吉仲才是心中只有政治，要饶了饶县长啊，他做了地方父母官该做的事。那两岸之间的议题对民进党来讲就是这么的逢中必反，而且非常的严格到挑剔的地步。连两岸青年峰会对民进党来讲说办的话会很丢脸吗？没有办法让这件事情成型。青年峰会呢，当有记者试图要采访到大陆去参加活动的学生的时候，学生都一概不敢受访，因为学校耳提面命交代啊，我们国家的政策啊，叫政府交代啊，不能够采访，一定要低调才行。那甚至这次马办要邀请相关的大陆学生到台湾来，想要追加增加北大啦、港澳台办啊主任3人来台，就马上被打脸说，哎呀，申请案已经审查结束了，不行就是不行，不会再接受补件，也不太可能多放3个人。对于大陆的官员从包括旅展啊，还有像这样学生的交流啊，几乎都是全面的挡着，也不开放、不接受。这样对于赖清德才会有利吗？两岸的交流难道是他一个没有办法解的议题吗？亮哥，其实赖清德他去宜兰，他很自然的，因为那个是民进党的优胜区嘛，所以他就很自然又回到传统民进党的基调了。他说这次选举是中南海跟白宫的选择了啊。然后他说这个台湾这个历届的总统啊，这很奇怪就跳过马英九我就跟他讲说，李登辉啊、陈水扁、蔡英文跟我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就是要进白宫。我第一次看到有人选总统是为了进白宫，进白宫，真是。那我说如果要进白宫那郭台铭不是去过了吗？是啊，对不对？所以他这个是表示郭台铭比他更适合当总统，是不是？已经达到，提前达标。而且他既然说其他的为什么没有提呢？因为他说其他都是在追逐中南海。那请问一下，蒋经国还3不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我觉得他这个是严重扭曲了台湾历史啊。马英九你也不能够说他在追逐中南海啊。事实上我认为马英九是亲美的，他是亲美和中，坦白讲比较反日啊，大概就是大概比较准确的说法是这样。我觉得如果赖清德是这样在理解这个民主化之后的台湾的历史啊，那真的太糟糕了啦，就是又回到了统独之争嘛。而且他讲得更具体，我觉得这次你等着看到了选举最后那一段如果不是1对1啦，而是3个或4个，他一定又重新讲这个。说这次就是亲中与亲美的选择，这次就是中南海跟白宫的选择。所以柯文哲这样批评他是对的嘛？你在分裂台湾人民嘛？你还说你要团结台湾人民一起走出去，你这第一个就把台湾搞分裂了嘛？没错。我觉得那个柯文哲今天那个推特还写得不错啊，他说我们要追求的不是一面倒去进白宫啊，我们要争取的是得到全世界的承认啊。虽然他讲这个是大家也知道做不到了，可是你那个视野就是不一样，而且他在争取的就是团结嘛，高度嘛，结果你竟然是一面倒说我要进白宫，进白宫，真是就是梦想的实现，现。不知道如何回应这个问题，你知道吗？我从来没有听过有人选总统是为了要进白宫啊！我实在那就祝福他8月，看你能不能够接近 DC 啦。过境。这是他8月要过境，
他如果能够去 AIT Office 就算突破了啦。啊，那 AIT Office 事实上是在波多马河的对面，那个也不是 DC 哦，不是华盛顿特区哦。这个请绿媒注意一下，不要到时候又说赖清德进华府哦。那个地方是 Virginia， 跟大家注明一下啊。是，如果他能够跨过波多马河到白宫这一区了啊，那他当然算成功了。那如果能够像上次吴钊燮这样自由拍照，那更是大成功了。我们就拭目以待吧。教授怎么看呢？看得到，其实这一次赖清德在绿色选票这一块要拿跟要中间，好像每次动不动就会执着在这个两岸关系，很难，一下子要攻，一下子要守，一下子又要和平，一下子又要打，然后让他感觉在很多的这个言论上面会有反复比较不一样的这个窘境。其实台湾这种总统选举或中央选举，到最后通常都是在国家生存上面做最后的决战啦。不管是以前的统独也好，一开始省级啊，早期的省级选举的时候，李登辉的省级，到陈水扁统独啊，到现在之前在讲核战哦，现在讲核战，其实到了我觉得短兵相接的时候，像亮哥讲的没错啦，还是会拉回到这个所谓美中台之间的选亲中还是亲美啊？问题是美国人都讲了，美国人没有要叫你选边啊，我听了好几次啊，美国人没有要叫你选边啊，问题是我们自己的总统候选人在选边啊。那这选边的意思是什么？第一个，民主选举最容易就是你要票就是分边，有分边就有票，这最容易的嘛。所以过去不断的煽动人民啊，你要筹哪，对不对？筹中抗中，对不对？票最主要票啊。那假如这样子，那没错，这样是分裂台湾人民。你把这个最容易这个选举的招数拿出来，还在这讲这个，你基本上我们年轻人注意的民生问题，还是没有得到基本上在能有的高度嘛，对不对？你说住房啊，你说现在囤房税会加房租啊，好，你要说年轻人低薪高教教育问题啊，我觉得又要被这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两岸或者美中台之间盖过去了。那未来我们讲的是，那赖清德他会吵到什么程度啊？还有这个议题在年轻人之间到底会不会再发酵？这也是很有趣的议题。我不觉得这跟之前的2018的选举是这个2020的选举有什么差别啦。现在已经跟他们本身兵役自身权益有关了。对，因为有很多议题它其实你炒久会在国内发酵，比如说你兵役3+1啊，兵役延长，它会有许多我们讲的所谓的社会效应。我不要讲后果了，后果太难听了。我们讲这个社会效应是我们社会必须要去吸收，我们要去反映的。好，那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在讲护从的时候非常重要的概念。现在如果我们台湾要一面的护从美国，我们讲 bandwagon 就护从就是加入它是一个层级体系。简单讲就是上面有一个主要的强权，告诉你说你要怎么做，并且把好处由上往下的这样分配下来，这是一个护从的体系。如果台湾完完全全要采用这种护从美国，抗衡中国，那会有许多我们必须要承担也要付出的东西嘛，不可能，台湾社会不可能完全不承担了哈。好，那这个时候他们就要开始讲了，那我们要用其他的方式把这盖过去，比方说我们要和平保台啦，不要讲抗中保台，我们和平保台，大家讲和平，其实那些都是选举的招数，包括他说我们不反对什么跟对岸和谈，不是和谈，对谈，不能讲和谈哈，讲对谈，他们讲我们也愿意对谈啊，我们没有反对经贸交流啊，如果没有反对经贸，请问这个世家问题是怎么处理？对啊，现在他们说可以开放进口嘞，介壳虫问题，各位观众朋友，如果你记得，当时是台东是这个世家是被因为介壳虫问题，对，我们处理好了，解决好了，本来就可以开始往回销售了，为什么政府不去做呢？不去开始销售世家呢？世家占95%，台湾95%销的世家销往中国大陆，凤梨96%，这个是非常重要我们的经济来源。现在我们问题解决了，介壳虫问题解决了，为什么你不会再重新再讨论这个所谓经贸的往来，甚至人员的往来？现在我们不但经贸往来，现在我们疫情过后，好不容易要有所谓人员的往来，人员往来现在我们去那边不能受访，要低调啊，做交流要偷偷摸摸，甚至接下来可能大陆学生要来台湾了，我觉得有更多新闻，各位观众们要注意看喽。如果大陆学生来到台湾交流，我们社会媒体会有给他什么样的这个播报？我们这些网军侧翼会有什么样的放大镜？这些都是我们社会成本要去吸收的，对不对？
的确，教官怎么看呢？的确，这个两岸议题几乎也是这一次选战无可避免的赖清德现在年轻选票流失，其实一大部分就跟两岸的安全非常有关系。我觉得就从这3次的总统选举，让我心里很感慨。我是蓝军啦，我就明着讲，我就是蓝军啦。但是你看这个2016年的时候，那时候因为马英九把一些这个深蓝的选票搞丢了以后，就那时候没有人要出来选总统。蓝军没有，国民党推不出人来。后来洪秀柱，大家还记不记得他有一个就是抛砖引玉，他出来登记，就没想到他就当选了。就后来又弄一个防专条款，就防止这种人能够出来竞选总统。所以那时候根本就没有人要来，因为大家都知道可能会选不上，因为马英九的关系，蓝营的票很低落，民进党那时候气势正盛。但是很遗憾的是，之后对民进党因为当选以后他乱搞，就搞成县市长他大败。连高雄市都输给侯友，都韩国瑜当选了。那在这个时候，隔年的选举，大家总统选举，大家认为说这个国民党气势大好，蓝军气势大好，每一个人都非我其谁。就那时候搞了吴敦义也出来，对不对？韩国瑜、这个郭台铭，这些人全部都出来要竞选，就弄到最后是蓝军自己在分裂，对，反而民进党自己整合了，赖清德跟蔡英文整合在一起，结果赖清德当选。但这4年过来就怎么样？就疫情的关系，对，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护高端，对很多弊案，甚至于连前2天杀警察的这些人都可以服意外监，这个外役监的这个服役真的，就是搞得说民进党自己本身来讲，很多弄得很公愤，让民众很生气。像这些施政的结果让大家很生气。好，那大家又来了，这次选举是不是大家有既视感，觉得好像又回到4年前一样，又一大堆人要来？我们看这个民调结果，其实大家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看法，就是其实这个不管是郭台铭、侯友宜，或者是柯文哲，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要下架民进党。那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个人来讲是很希望说大家团结一致，毕竟选总统不是在选金钟奖最佳男主角，也不是金马奖最佳男主角，而是选一个怎么样能够处理两岸和平、促进经济、解决年轻人的这个不管是能源的问题、居住的问题，还有少子化问题。所以我们要看他的政见，然后不要去看他个人作秀啊，或者是这个一些蹦蹦跳跳的一些活动，而是要从他的政见里面我们来看。那我要再讲一下郭台铭批评这个机场，大家他这个批评真的是不对耶。丰田机场本来就是军用机场嘛，台湾只有2个民航机场，松山机场都是军用机场，它飞机降落到经过军方的管制，只有一个桃园机场跟高雄这2个是民航局的，其他都是军用机场，本来军方就有优先使用。你郭台铭怎么可以说是因为你自己要在那边过夜？这个不管你要不要选总统了，但是你就不应该你私人飞机要在军用机场，没有得到军用机场，当然是军用为优先嘛。所以另外我最后讲一个，我们两岸青年到大陆去，我觉得我们要有自信。为什么要禁止我们青年讲话？我们台湾有很多很好的这种，不管我们的民主、我们的自由，对不对？甚至我们中华固有的文化，我觉得我们都应该到那边去，都应该跟大声让对方讲，让对方了解我们台湾的优点在哪里。